你现在胆子变小了，是因为你心里有所在乎，有所珍惜。你现在珍惜篱笆，也珍惜我。那你要答应我，不要让我失去篱笆，失去你。我保证。保证。大家动作都慢了点，小心啊！辛苦了。这棉纱的配送单您带了？当然。这个是大烟，陈总经理啊，用这个放在棉纱上，掩盖物资，可以安全一点。自然，富田先生经验丰富，自然有一些老道处理。只是这400吨棉纱数额巨大，仅凭调配单无法取货，需我亲自到场。店長、何のために呼んだのかわかるか？わかりません。軍部から連絡があり、新金紡績工場は霊宝銀行から400トンの伝票を受け取ったそうだ。知っているか？監査担当の君がこの写し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のか？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なぜこんな見落としをした？私の責任です。選挙カーの緊張状態において遊びすぎの三塩課長も真面目にやってると思い、彼の伝票を疑いませんでした。島崎君、いつまで白を切るつもりだ？君をそそろかしたのは中国人の妻か？私はここまで信頼していたのに、それがこの仕打ちか？島崎君、君は天皇陛下と大和民族への誓いを忘れたか？坂垣店長、私がしたことは人類共通の誓いです。千両と友愛と助け合うことです。大逆無道だ！島崎、君は君の行為に代償を払うことになる。等赵厂长和高晓聪一到，我们马上出发。我现在先给你们讲讲撤退路线，包括你们等一下会遇到的危险，以及我们可能用到的逃生手段。我们会有多大危险啊？周厂长，别害怕，有什么危险，我顶着。吴科长，赵厂长可能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们约好7点在厂房会合，可是我去了，人不在，我找遍了整个厂房，都没有找到人。我去到赵厂长家门口，可是我发现有2个人鬼鬼祟祟的在那巡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都是黄文宏的爪牙。我想再继续探探情况，但又怕耽误大家，就又跑过来了。小聪，你和周厂长先走，我去找赵厂长。吴科长，这不行，我答应过程总经理，要让你一起撤退。我也答应过程总经理，要照顾好你们每一个人。吴科长，于是博士，程总经理他会不会也出事儿了？
西干事，我是吴科长。你们这边有没有收到任何关于陈一志的消息？好，我明白了。好，我建议你，如果有可能的话，立即撤退，以防万一。日本那边还没有流出任何关于陈一志的传闻。那如果是黄荣宏下的手的话，目标就不是赵厂长。陈一志恐怕凶多吉少。我不撤了，我也不撤。我们要去营救陈总经理。可是黄荣宏会把他关在哪儿啊？我也不知道，关在哪儿。无论他关在哪儿，他一定会带黄荣宏上帕利亚号。小铃铛，小铃铛。铃铛。也早就知道福田运输棉纱之事，他表面效劳于重庆，恐怕实则又是与冯佑如狼狈为奸。他所谓的交通线，恐怕根本就不可能经动重庆，而是您准备的。所以，这根本上就是冯佑如利用我搜刮物资，而您替他收尾。一点不错，只可惜又被你察觉了。此次出货400吨棉纱，有日方机构出购调配单，合理合法。您若想举报我走私，则需要日方的机构出具调查结果，这会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只有调配单留作物证，调查的确也许漫长，但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啊。这是你为吕副处长获取的调配单，盖章日期就在本月。
而这一份是大东亚省向你下达的物资调配单，盖章日期却在50天前，棉纱仍未交付。你想想，日方该怎么理解你的物资调配啊？也许你还会问，这调配单是在赵厂长手里，我怎么会有？赵厂长，你向程总经理解释解释。讲。程总经理，我对不住了。如果我没被抓，王若虎没有找到你，你会按照计划撤离吗？我懂。你舍不得申请，所以就算我们都走了，你也会留下。产能造假的事情是兜不住的，所以黄若红逼你交出证据。如果你不出卖我，他就向军部检举毁了申请。只有你出卖我，他才会替你承诺保住工厂，对吗？我没得选，我没得选。赵厂长，你糊涂了，我太糊涂了。程经理，你说的对，我背信弃义了。现在拿刀捅了我都认，只要能保住申请，我死都行，死都行。我如何能怨您啊？如何能怨你？还记得我们初见时，您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把申请做成标准纱，质量要高出日纱一个头。可是现在，奢谈什么标准纱？对抗日纱更是死罪一条。如何能怨您？这仗打了1年又1年，您这块磐石终于也被击碎了。您说的挺好，我懂。赵厂长解释清楚了。程总经理也听明白了。你下去吧。您能迫使赵厂长出卖我，我佩服。从我创建立邦以来，我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曾经对我有过不信任、怀疑，
而每一次都是您在背后使出攻心之术，离间他们和我，让我难堪、痛苦。也许您是在等我自取灭亡，可是现在，终究要被您送上断头台了。只要你愿意回到我的身边，我绝不会将你推上断头台。无非是一个被您看透的人，您把我留在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用立邦做掩护，让神禽沙场和温泉制药加大马力，为后方大量生产管控物资，甚至将这些物资统统储存在帕利亚号。这就是你的意义。你能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这些物资我马上就能发出，运到后方，可以笼络韩秘书长。至于冯幼如这个人，一旦失去靠山，就离死期不远了。他会如你所愿，付出代价。到那个时候，你精心搜集的证据才能派上用场。一志，我在等你。您费尽心思，用400吨棉纱当作诱饵，无非是想要这全部的物资。黄老板，您不必等我。王老板，好久不见。少将阁下。程总经理，晚上好啊。二位深夜来到码头，不知有何贵干？能否告诉我，帕利亚号热病是二位谁创造的？黄老板，还是程总经理？你们让我很辛苦。您不如直接说了吧。黄老板，您查明帕利亚号虚构病情，把我抓来对质。现在您的主子到了，您有什么可以尽管的说。黄老板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还能是什么呀？少将阁下，此人不可杀。少将阁下，帕利亚号惨遭停用，起因竟是虚构病情。若是让青木大将知晓，势必对您不利。
以黄某之见，既然程一之已经对罪行供认不讳，不如将这活口留着，可以制衡他人。再说，少将阁下一向和程一之不和，但板垣店长，尤其是松村局长，素来与程一之交好，依我看，少将阁下，程一之桀骜不驯，恐怕难以归顺。将军阁下，如果你信任我，不妨把他交给我，我可以保证将这匹烈马彻底驯服。少将阁下，把程一之交给我吧。程一之，跟我走。慢着，黄老板，您先请回吧，我与程总经理还有几句话要说。你们两个在船上等我。不行，太危险了，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去。吴科长，我有这个。无论帕利亚号上发生什么动静，只要见到程总经理，就马上开船离开。那你呢？不用等我，我自有办法安全离开。小心啊！没想到吧，程总经理，通信科截获的密电，黄如虹致信重庆政府社会部，不但配合运输400吨棉纱，还强调立邦银行有大量的管控物资私下储存，可供利用。程总经理，该你交代了吧？你手里的物资藏哪儿去了？怎么能你真的呀？至于我，你若是不敢杀，诚如黄老板所言，你若善用我，至少还能保住你的前途。可不用我，密电上所写的大批物资究竟是什么，藏在哪儿，又将运向何处，你不但不会知道，甚至还有可能落入陷阱，被军部所猜忌，还有打击。不过刘少将，今晚我并不打算与您作对，我会向您和盘托出，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毙了杜翻译。什么？我弄死你！接着说。雷子是个蠢货，他没有料到你和冯佑如越走越亲近。明明的下落是冯佑如透露给你的吧？就算是黄老板也不够精明，他也没有想到你会得到冯佑如的亲自授意，拿着密电文书在这借刀杀人。窦翻译，你和冯佑如一样无耻，只是稍寻创意。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到底还能活多久。少将阁下，是的。
这些物资不足以你应缴的1/10，剩下的呢？剩下的，自然不会是在柳少将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船上的劳工呢？帕利亚号吨位7000，分为船首舱、船尾舱、锅炉舱还有机器舱，另设4间独立的货舱。后来经过改造，又增设了2间货舱，面积有340平方米，足以容纳所有的劳工。箱を開け調べろ。箱を計算しろ。怎么样了？前一天晚上，地下组织已经成功转移这批物资。现在已经化整为零，正秘密运往皖中苏区。怎么做到的呀？这么快？中共地下党从抗议小组弄了一张批文，直接跑到帕利亚号的码头运送热病劳工尸体。日本人也怕瘟疫，就这么当着面一车车运走。隊長、ここにはありません。貴様、死ね！援護しろ！援護しろ！援護しろ！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酒会的主题“劫后余生”，这是我为立邦银行起的。全国抗战，即使一家谨小慎微、无所作为的银行，在沦陷区也很难生存。而立邦银行不畏艰险，把生命置之度外，为大家做了太多太多。立邦银行不但保护涨价的实力工厂，还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无偿地为后方输出大量的重要物资。我们身在内陆，对你们的勇气和努力表示深切的敬佩和感谢。大家想对你们说的话，
也有很多很多。我和廖兰，还有我们真真同友厂，哪怕远在重庆，靠的也是立邦照顾，受的还是立邦恩惠。现在好了，我们回来了，周团长，我们又能团聚了。吴科长，程总经理在哪儿啊？我曾经自大的认为，只有我扶助他人，不需要他人扶助我；只有我支持别人，而不必别人来支持我；甚至只有我保护别人。我从来不奢求别人来保护我，直到我幡然醒悟，我们这一生中，有谁可以断然地说，没有别人的成全，没有别人的牺牲？久违了，各位。今天，我以及我们能够普通的、平常的、理所应当的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幸运躲过了这漫长的战争，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机敏躲过了敌人残酷的攻击，而是因为有人用生命捍卫了我们。立邦银行也正是这样，所以今天我想感谢每一位帮助过立邦银行的朋友。虽然我深知他们不会索要我一丁点的感激，或许立邦也正是受到这样的浸染，所以我们拥有更负责任、更有担当的年轻人。立邦的故事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有无私的英雄，有沉默的天使，有跳梁小丑，有一再得逞的奸佞。善良总是不言不语，淡然而去，而恶却总是张牙舞爪，犹在人间。我们与恶的斗争绝不会终止。
女士们，请大家举杯起舞，共同庆祝我们伟大抗战的胜利。也希望我们金融业者能够一起众志成城，修缮、恢复、重整经济。似少年般青涩，在繁华世界游荡。时间不曾改变他的模样，似溪水般清澈荡漾，永恒的无常中流浪。在钻石面前，谁不会心神荡漾？似佳酿般惆怅，瞬间永恒中摇晃。梦开始的地方，光芒万丈，逃得过月色微凉，逃不过星光点将。愿你心中所想乘风破浪，似火光般灿烂激昂，在碰撞中想象，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乱撞？经得起白露为霜，受得住烈日灼伤，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惆怅，瞬间永恒中摇晃。梦开始的地方，光芒万丈，逃得过月色微凉，逃不过星光点将。愿你心中所想乘风破浪，似火光般灿烂激昂，在碰撞中想象，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乱撞？经得起白露为霜，受得住烈日灼伤，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似火光般灿烂激昂，在碰撞中想象，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乱撞？经得起白露为霜，受得住烈日灼伤，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陆夫人，这个是徐博士让我替他保存的设计图纸，这是他毕生的心愿，我相信立邦一定会替他完成的。谢谢陆夫人。你知道吗？万掌柜那个卖国贼手里的地皮全部都要被拍卖，中间有一块地皮，我觉得特别适合建造公墓。尽早拿下，但你别出面。我不出面，那谁出面？我们的接班人。陆夫人，陆夫人，您能做我的介绍人吗？介绍什么？我想像您那样。
就努力吧，我相信总有一天，光芒会照耀在你身上。他让梦想在回忆里流连，这一梦岁月，这一梦不断。他将语言在行动中变现，这一生有狂，这一生不凡。他唱他的不曾，他舞他的曾经，他歌他的不疼，他哭他的疼痛，他说他的不甘，他问他的勇敢，他写他的不愿，他谈他的喜欢。余光而行，朝着有梦